伊朗突袭伊拉克，美伊又要打起来了。8月17日正逢美伊60天谅解备忘录到期的日子，由于在霍尔木兹海峡等问题上的严重分歧，谈判未能取得任何实质性进展。特朗普声称不打算延长备忘录时间，美伊外交大门轰然关闭之时，两架载满炸药的哈迪德110型无人机从伊朗边境起飞，越过两伊边界，直奔伊拉克库尔德自治区政府总理马斯鲁尔·巴尔扎尼的私人办公室，以及库区安全情报局局长的住所。事后，马斯鲁尔指控这件事就是伊朗干的，这是伊朗无人机第一次直接针对库区领导人。过去几个月，伊朗和亲伊朗武装对库尔德地区的无人机和导弹袭击超过1000次，针对的都是当地的库尔德反对派武装。这一次明显是踩红线了。伊朗方面则坚称无辜，说这种匿名袭击不是自己的风格，他们所有军事行动都会光明正大地告诉全世界，这分明就是陷害。但是他们无法解释那两架哈迪德110型无人机，这是伊朗3月才投入中东战场的新装备，是伊朗喷气动力自杀式无人机的最新成果。目前只有伊朗在使用，而且还多次用于打击库尔德首府埃尔比勒，所以伊朗想要洗清嫌疑没有那么简单。这件事比较幸运的是无人伤亡，但正是这个无人伤亡才让人细思极恐。比较合理的解释是，伊朗确实动手了，但目的不是杀伤，而是警告。因为就在袭击前一天，阿克西奥斯爆出一条内幕：5月，特朗普政府意识到坐在谈判桌对面的伊朗外长根本没有什么话语权，他们需要一条和革命卫队沟通的渠道。谁能当这个中间人？这个人必须同时被华盛顿和德黑兰信任。在两国互相轰炸几个月之后，这种人几乎不存在。但美国很快找到了一个人，伊拉克库尔德自治区主席内齐尔万·巴尔扎尼。这人简直是天选中间人。两伊战争期间处在伊朗，在德黑兰大学读书，和伊朗多名高层有私交，包括革命卫队的人。与此同时，他又深得华盛顿信任，认识多名美国重要人物。在他的牵线搭桥下，美国和革命卫队很快建立一条秘密沟通渠道。而这次被袭击的马斯鲁尔正是内齐尔万的堂兄弟。伊朗打的不是中间人本人，而是他的近亲。警告意味反而更明显。一方面警告库尔德别插手美伊之间的事，否则伊朗有能力对其出手；另一方面则是告诉美国，想和伊朗谈，那就走正式渠道。那么伊朗此次行动会是美伊战火重燃的前奏吗？美伊谈判还能继续进行吗？其实伊朗这次动手更可能是在为下一轮谈判抢筹码，因为对现在的伊朗或者对现在的革命卫队来说，想和美国接触已经不需要中间人了，因为革命卫队已经全面上位了。如果还保留这种中间人，那就不得不思考一个问题：凭借内齐尔万的人脉，会不会绕开革命卫队，给美国和稳官集团牵线，进而重新分化伊朗？革命卫队当然不可能允许这种情况的发生，那么对中间人的出手就变得理所当然了。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的发言也证明了伊朗现在的决策层只有一种声音，就是革命卫队的声音。他宣称，伊朗决策机构在谈判立场上前所未有的团结，这话就是说给美国听的，别想着钻革命卫队和稳官集团的空子，想谈就直接来。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变化？关键人物是穆杰塔巴。8月9日，穆杰塔巴对伊朗最高权力层进行了一轮大调整。这次调整的核心逻辑只有一个，让革命卫队全面接管国家安全与军事决策。先说最重要的位置，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这个委员会负责制定和监督国家安全与国防政策，委员会秘书由最高领袖的代表担任，在国家安全事务上的重要性甚至超过总统。此前坐在这个位置的是拉迪贾尼，一个能同时在强硬派和保守派面前说得上话的人。他担任这个职务能同时协调革命卫队和稳官两大系统。然而拉迪贾尼身亡后，佐勒加德尔迅速补上了空缺。这个人曾经担任革命卫队副总司令，他的上位就宣告了话语权的偏斜。而这一次穆杰塔巴的任命更加极端，接替佐勒加德尔的是71岁的穆赫辛·雷扎伊。雷扎伊在1981年到1997年之间当了16年革命卫队总司令，是伊朗政坛中资历最深的革命卫队将领之一，也是首位出任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的革命卫队总司令。而且他还被任命为最高领袖在委员会中的代表，相当于官方认可他就是领袖意志的传达者。把这样一位人物放在需要协调各方的岗位上，就说明伊朗现在完全是强硬派说了算。再看其他位置，革命卫队资深指挥官阿里·阿布杜拉西出任武装部队总参谋长，而且穆杰塔巴在任命他的时候，不再为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任命新的司令，而是将该司令部与总参谋部合并。这意味着阿布杜拉西一人同时掌握了原本分属2个机构的职能：日常战略规划与战时作战指挥。
也就相当于穆杰塔巴把正规军和革命卫队的指挥权统一交给了他，而革命卫队则进一步掌控了伊朗正规军。革命卫队总司令这边，瓦西迪自3月起就以非正式执掌这个职位。8月10日的任命只是给了他一个正式的名分，然后进一步明确他的任务，进而展开强有力的进攻行动。隔天，他的顾问放话，革命卫队必须做好准备，把军事行动带到美国领土上。还有巴斯基民兵组织指挥官由侯赛因·塔伊布出任，这是革命卫队全情报组织负责人。穆杰塔巴给他的任务是把这支志愿民兵转型成全民情报网络。看这一系列任命，我们不难发现，这几个人有一个共同特征，都参加过2伊战争，都是革命卫队体系里成长起来的老兵。他们和伊朗那批文官谈判代表、议长卡利巴夫、外长阿拉格齐根本不在一个频道上说话。切断中间人渠道后，革命卫队只需要思考一个问题：如何应对现在的美国？他们延续了此前的思路，全面施压，让美国觉得打下去不划算。怎么让美国觉得不划算呢？答案是把冲突转移到整个中东，甚至转移到美军内部。雷扎伊上任第2天就公开表态，霍尔木兹海峡不会重新开放，除非美国结束战争和封锁，释放伊朗被冻结的资产，并同意包括黎巴嫩和加沙在内的整个地区停火。在所有条件满足之前，海峡保持关闭状态。8月17日，随着美伊60天谈判窗口正式到期，伊朗高层又进一步表示，如果谈判继续失败，伊朗的军事政策将从防御转向全面进攻，并准备通过军事行动打破美国的海上封锁。这就很不一样了，以前伊朗还能说一句所有行动都是在自卫，现在则变成了主动出击。陆军总司令哈塔米更大胆，他先是宣布要永久性驱逐美军，美军不得进入波斯湾、阿曼湾和霍尔木兹海峡，美军在地区内的基地也绝不能恢复到此前状态。一番宣言之后，他对美军发出了悬赏令，任何人只要击杀或者抓获1名美国军人，并把对方交给伊朗当局，就能获得折合约3万美元的奖励。如果完成这件事的是女性，奖金直接翻倍。这件事看起来很荒唐，但从军事角度反而值得重视，因为它暴露出一个变化：伊朗正在把战争向整个社会扩散。美国目前并没有大规模地面部队进入伊朗，所以这个悬赏真正针对的也不只是怎么抓一个美国士兵，它更像是在提前告诉美国，你在中东的基地、运输线和人员都会成为目标。那些美军也要想一想，你们进入中东要面临什么。换句话说，伊朗想把美国的海外军事存在变成美国的弱点，这才是这个悬赏令真正值得关注的地方。伊朗的小弟也没闲着，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报道，他们用多枚弹道导弹袭击了沙特海军登陆舰和4艘军用艇，登陆舰起火燃烧，数艘军用艇被击沉。单纯看这些人的动作，好像他们真的在准备什么终极大战一样。但这里存在一个问题，如果伊朗真的准备打一场全面战争，为什么还要不断释放谈判信号？因为他们的目的是逼美国在谈判桌上让步。他们喊了那么多口号，搞了那么多行动，都是为了让美国觉得继续施压伊朗的代价太高，不如早点放手。这个玩法其实很聪明，因为伊朗不需要打赢任何一场冲突，只需要让冲突持续存在，就能对美国造成压力。每多打一天，美国在海湾地区的军事存在成本就高一天，那些中东盟友就要继续提心吊胆，国内的质疑就会继续蔓延。特朗普能够扛住这些压力吗？所以从这个角度看，伊朗的所有动作都遵循同一个逻辑，用军事行动制造谈判筹码，用谈判筹码换取美国让步。然而特朗普能忍下去吗？从美国最近的军事动作来看，答案并不乐观。伊朗在提高筹码，美国也在重新调整自己的打法，采取了一种更符合美军优势的方式，长期压制。先说航母轮换，原本驻扎在日本横须贺的华盛顿已经穿过新加坡海峡进入马六甲海峡，正在赶往中东。它要接替的是林肯号航母。这艘航母在海上漂了260多天，原定5月返航，因为伊朗战事一再延长。很多人可能觉得航母换一艘有什么特别的，但对于美国来说，这背后的意义非常明显。美国不可能永远保持2艘甚至3艘航母同时压在一个方向，因为全球还有欧洲、印太等多个战略方向。但是美国大费周章把华盛顿号调过来，就说明美国没打算撤离，要继续维持中东的军事存在。尤其是在美伊关系再次紧张的时候，一艘航母就代表着一整套远程打击体系。对伊朗来说，最担心的就是美国长期保持这种压力，让伊朗无法判断美国下一步到底会不会动手，也让伊朗持续处于高压状态下。伊朗的国情经得起这样消耗吗？赫格塞斯的最新表态也印证了这一点。美国可以无限期维持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因为他们会一直轮换。无限期3个字就是在告诉伊朗，不要指望熬到美国撤军，大不了比一比，看谁撑得更久。
与此同时，美国还在着手针对伊朗的无人机。美国中央司令部宣布要组建手持多域多国攻击无人机特遣部队——猎鹰打击特遣队，用的是单向攻击无人机，可以从空中、海上、水下同时展开攻击。随着更多伙伴加入，它将整合整个中东地区的攻击无人机能力，成为一支统一的威慑力量。值得注意的是，9个月前，美军在中东成立了首支专门的攻击无人机中队——蝎子打击特遣队。9个月之内连建2支无人机部队，说明美军在调整打法。伊朗的无人机和导弹袭扰成本低，频次高，美军用航母和有人战机去应对，性价比太差。把无人机力量整合成多国联军，本质上是把对抗成本降下来，用无人机打无人机，用便宜的打便宜的。而这同样指向一个信号：长期军事对抗。或许这就是美伊未来的方向。现在的美伊刚好卡在一个极其荒诞的位置上：伊朗有弹没钱，美国有钱没弹。耶路撒冷邮报报道，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产能恢复的比所有人预想的都快，这超出了以军和摩萨德的预估。而据以色列官员评估，伊朗每月能生产100到300枚导弹。更关键的是伊朗的地下导弹城，以色列原本认为这些设施被摧毁后，伊朗需要花费数年才能修复。但是依据《华尔街日报》报道，伊朗正在加速重建地下导弹城，比如克尔曼沙河北部的一个基地，在早期空袭中遭到严重破坏，地面建筑被夷平，隧道入口也被重磅炸弹炸塌。然而，商业卫星地图显示，伊朗已经清理了废墟，铺设新道路，并对隧道入口重新进行加固，速度比以色列官员预期的要快得多。但伊朗的经济撑不住军事节奏。伊朗学生通讯社报道，伊朗同比通胀率仍维持在80%以上，并且陷入了和俄罗斯一样的困境。明明是产油大国，却出现了汽油荒的情况。受美国海上封锁影响，伊朗汽油进口实质性中断。伊朗国会能源委员会发言人塞帕万德透露，每日汽油产量约 1.3 亿升，而消费量是 1.37 亿升，每天差700万升。就连佩泽西奇扬也不得不承认，现在卖不出去石油，政府收入大幅下降，进一步削弱了经济。和伊朗截然相反，美国有的是钱，但是弹药不够了。之前火力军分析过，无论是爱国者、萨德还是战斧，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缺口。美国也在疯狂扩张产能。同样是8月17日，雷神公司接到了一份高达229亿美元的战斧采购合同，为期7年，目标是把战斧的年产量从目前的60枚提升到超过1000枚。这个情况让双方都在赌，伊朗赌美国弹药库存见底，不会轻易动手，所以高调喊出各种口号。美国赌伊朗经济撑不下去，所以也不动手了，只管搞封锁。这就是最危险的地方，双方都在为长期对抗做准备，但谁也不想发动一场决定性战争。于是冲突变成了一场没有终点的消耗战，就看哪一方先撑不住，率先做出让步，或者某一次擦枪走火，让这场冲突升级为大规模战争。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大家觉得美伊未来会如何发展？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讨论。最后别忘了点赞关注，我是火力军，下期见。好的，各位观众朋友们，我们频道一直在聊真实的军事资讯和武器装备，后台也经常有朋友问，有没有值得推荐的入门级模型？今天就和大家分享一款近期接触到的产品。首先，它的外形还原度做得相当不错，比例准确，武器上的一些关键细节和标识也都有体现，材质也说得过去，拿在手上有不错的分量感。其次，它具备一定的可动性，对于理解基础操作原理有一定帮助，让它不仅是个静态摆件。综合它的做工和可玩性来看，价格确实比较亲民。对于想入门模型收藏，或者单纯想在桌上贴一个摆件的朋友来说，是一个性价比很高的选择。商品链接已经给你们上了，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自行了解。